雷博士，石之律者，我们回来了。好，终于回来了。我们可都快要把这5万年来的历史从头到尾聊上一遍了。那还真是让你久等了呢。不管怎么说，激活虚树神骸之前的准备工作，这样应该就算处理妥当了吧？第一步，的确如此。不过，看起来你们好像还有什么别的事要问我。是的，实不相瞒，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的过程中，我接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通讯。他们是我的战友，目前被圣痕计划强制传送到了现实世界的月球，而其中更巧的是，他们中曾有人参与过帮助世界炮与你所说的末梢建立联系的实验。原来如此，博士，你之前似乎因为某些原因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炮的全部真相，对吗？当然。啥？稍安勿躁，华。你应该能理解，当一件事情处于千头万绪的状况下，有所隐瞒并不是欺骗，而是一种梳理。世界的本源纷繁复杂，原本无法为人类所掌握，但我们凭借梳理的力量，无视其中并不重要的部分，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万物的运转。这便是物理学的要义。好吧，好吧，总之你是要说这些隐瞒并非有意为之喽？是的，因为那些细节对你们来说并不重要，都是些无需在意的小事罢了。不过，既然被郑重其事地问起来了，那么我也会郑重其事地尽量把它们讲清楚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之间并不需要误解。简单而言，之前被我省去的那部分事实是这样的：当大家与虚树一侧成功建立联系时，这个世界炮也能顺势自然接回那里的概率并不高。而即便能做到那一点，由于没有可用的锚点，世界炮也只会被本征世界强制融合。这意味着我和普罗米修斯多半会就此消失。就此消失？还记得那座桥之前的状态吗？当这个世界炮成为工具之后，那座桥梁的完好状态就与本征世界中对应的坍塌状态发生了冲突，而结果也正如你们所见。提安娜能联系上外部的战友，应该也与动用空之律者的力量去修复桥梁的行为直接相关吧？而且我的那位战友说，从3维空间的感受上讲，我们其实处于月球上的同一个位置。理应如此。凯文借助圣痕计划将各位封印至此的行为，其本身就会导致世界炮的上浮，并带来像这样的结果。事实上，就连我们目前计划的核心，那个虚树神骸，它本身也是因为圣痕计划选中了我们的世界炮，所以才会出现。你们不也对普罗米修斯质疑过吗？问他这类事物怎么会出现在量子之海的深处？等等，也就是说，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这个世界炮最终也会和外面的世界融合。正是这样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你们也能返回真实的月球。只不过到那个时候，圣痕计划多半已经彻底完成，你们的律者核心很可能也已经完全失活。你看，对你们来说，这个世界炮本身的命运的确不是重点，对吧？这算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想让我们也像那个什么世界蛇一样，把你们当作工具来看待？各位如何看待我们，是各位自己的事。但现实毋庸讳言，无论是面对凯文个人，还是圣痕计划，时间都是你们的敌人。你总是这样，对吧？不论对其他人，对凯文，还是对你自己，都是一样的冷酷无情。
对于我的工作来说，多余的情感有害无益。请想象一位生活在战争年代的将军，如果他称职，那么他必然深爱着自己的每一个士兵。但尽管如此，在进行兵力计算和任务安排的时候，他也必须将这些活生生的士兵变成纸上的一堆数字。没有这些工作，人们便无法利用科学的力量。这是人性与现实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。而我们所能做到的公平，恰恰就在于一视同仁地对所有人和事都采取统一的标准来应对。放轻松。对你们这一代人而言，需要面对的残酷，其实在事情的另外一面。比起感伤历史的命运，你们更应该做的是引导未来，对吧？那的确是我们的使命，但使命并不是人生的全部。我想大家所在意的应该是这一点。这个倒很简单。现在距离普罗米修斯做好某些准备工作还有相当一段时间，我们就学习下某个人，来开一次女孩子们的茶会吧。啥？你认真的？普罗米修斯，帮我开启1号实景。好的，我的博士。这是……小心，雷电牙医。我只是借助世界炮的机能欺骗了我们各自的感官，就像是戴着 VR 眼镜一样，并不是往事乐土那种全套的虚拟空间。明白了，只是突然间又看到了乐土中的景象，一时间难免让人有些感慨。原来你说的乐土是这样的感觉啊，很有超现实的美感呢。这有什么可赞叹的？既然要开茶会，那没有像样的茶点可怎么行？只可惜我现在的力量有限，所以只能帮你们感受我自己比较熟悉的风味。英式红茶那是做不到了。不过这位博士，你又不是有什么超能力，为什么也能做到和我类似的事？我和普罗米修斯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炮的组成部分。这样说，你能理解吗？我们现在看到的风景，正是普罗米修斯用自身构筑出的全息投影。也正因为我们是世界炮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用你们的方式离开这里。茶饼和茶的搭配很不错。那是当然，像这样的云雾茶可不是每天都能品到的。普罗尼亚就不用了，普罗尼亚不是很习惯喝绿茶。雷博士，你并不希望我们介入与这个世界炮本身有关的事，对吗？当然，因为那对于你们想做的事并无帮助，甚至会让你们为此投入不可承受的成本，却最终仍然一无所获。别忘了，时间是凯文和圣痕计划的朋友，也就是说，你们的敌人。利用虚数神骸，能够确保你们用最短的时间返回自己的世界。我们当然相信博士的判断，但作为个人来说，你们都不容易接受放任我们不管的结论，对吗？如果有什么可以努力的机会，我们当然会想尝试一下。我们也并非不能接受博士所说的那种情况，但至少布荣尼亚需要消化一下自己的心情。嗨，瞧瞧你们三个，这么不解风情做什么？船长无法抛弃沉没的战舰也是世间常态，一起用轻松的心情享受片刻的宁静，也绝不是什么坏事。更何况，接下来 Kiana 还要面对比刚才修复桥梁的事更为艰巨的一项挑战呢，对吧？没想到你在这方面竟然也如此敏锐呢。
意识的律者。那当然了，人总不能还没有金刚钻就要逼着自己揽瓷器活吧？所以，这到底是指什么？难道说，啊，是重整化的成功率问题吗？成功率？你不是曾经在奥托面前？原来如此，对吧？那时候我可是借助了100个人的力量才进入了状态呢。确实，对于目前的 Kiana 来说，她只是利用了太虚剑气的技巧，绕开了圣痕计划施加在绿者身上的封印。比起奥托之战的最终情形来说，远不是万全状态。不错嘛，看来你也不是白当了一个理智律者。想要达成梅博士预设好的那个目标，只凭太虚剑气的功夫，可不是什么稳妥的做法。所以，提安娜，我想安排另一个人进入你的精神世界，帮助你挣脱圣痕计划所施加于你的枷锁。这可以做到吗？当然，既然你已经能够通过太虚剑气调度自己的律者力量，那么就能以此为突破口，让其他人附身于你，帮助你打破枷锁，彻底复原。哼，知道吗？刚才你们忙东忙西的时候，我的脑子可也没闲着。你那时应该只是在找梅博士吹牛而已吧？究其根本，圣痕计划是在利用律者自身去扼杀律者全能。在目前的阶段，外来的另一个律者意识可以比较容易地摧毁这种精神枷锁。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，这另一位律者的能力也将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。明白了。不过，让其他人附身于我，具体又应该怎么做？对于律者来说，这并不难。我或者10只律者都可以指导你们达到那个状态。嗨，我就算了吧，让我去指导他们做那种事，未免也太奇怪了。奇怪？你等下就知道了，记得不要太害羞啊。不管怎么说，看来 Kiana 首先需要在牙医和 Bronia 中间选一个人来帮助自己。牙医，你可以来帮我吗？当然 ，Bronia， 那就拜托你留在这里了。祝你们一切顺利。